这是一只打整干净的1年老鸭子啊！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注意到老四川农村宴席上面的鸭子，直接注一只。这种鸭子价钱特别的贵哟，20块钱1斤，这一只就是90块钱。大家注意，咱们在处理鸭子的时候啊，从这里给它抠开，然后把里面一定要抠干净。这个鸭子就不要破肚了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这里面要塞东西的。辅料的话，我们就准备一点这个海鲜，给它卷起来切成丝。海鲜切好过后放入清水中，给它反复多次的清洗，洗去它的寒味。鸭子把它的脚杆这里硌一下，让它可以弯过来。等一会儿脚杆我们一起塞到这个它的屁股里面去。锅内烧水，下入我们的鸭子，先焯一下水，去除血水。这个鸭子一面焯了几分钟后，给它翻上一面，这一面也焯过几分钟的时间。焯好水过后，把它捞出来，再冲洗一下。这里还准备了一点补肉，当归和党参，主要是用于给汤增加味道。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懂得切噻，切成长节。现在把海鲜和切好的当归、党参全部给它灌到肚皮里面。还可以放一点那个红枣和枸杞哦，灌紧实一点。其实这道菜做法的话是很简单的，寒暄味大家都会，就是做的时间比较长。还有一个就是老鸭子这种食材啊比较特殊，这个里面已经灌满了，把这个脚杆放到这门口这里也给它塞进去。这样子的话，有一个作用是什么作用？大家晓不晓得？就是可以稍微把它堵起来一点，别让它落出来。这样子一个鸭子就已经成型了。现在先把这个鸭子放入汤锅中煮，调味一点盐，再来一点姜片、葱节、干发椒，也是去腥压抑增香的。盖上盖子，烧开后先用中小火炖1个小时。这个煮老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哈。我们可以自由活动，想水什么就水什么，但是不要跑太远了，因为害怕你忘记了，到时候烧干了就麻烦了。一般以前农村办席的话，都是先给它煮1个小时，然后再放到那个烧白啊那些上面一起蒸。那个时候真的捞怕的，一扯就出来了。想想我现在就流口水了。最近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哈，买的时候说的是包安装的，结果是卖家去发布信息找人接单来安装，我都买了2、3天了，还没有人给我安装，我们是冒火的很。你们看吧，轻安装师傅还没有接单，我一直认为是厂家安装的，到货之后就可以联系安装，结果，唉，看来这个坑兮兮真的是不能买东西。鸭子我说炖1个小时，其实我已经炖了2个小时了，因为这个鸭子确实比较老。现在先用漏瓢把这个鸭子给它漏出来装盘，汤里面调一点鸡精，再来一丁点白糖。这个汤大家看，炖得迅白了，真的超级安逸，好香哦。中间这一点忘了翻，有一点煮糊了。现在把鸭子汤给它倒进去，有条件的朋友还可以把它放入蒸笼，再给它蒸过3个小时到4个小时，那味道就更加的爽。非常好吃的老鸭汤就做好了，这也是四川农村宴席上面的捆鸭子，汤汁非常的鲜，鸭肉吃起来非常的香，肚皮里面的内容就是非常的营养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3个。今天晚上菜有点多哟。对。哎呀，这肚皮里面塞得满满的，这肚皮都生闷了。塞的什么？还在撕啊？什么都有，当归什么都有。那给你弄来了。来，老板儿，当归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肚皮里面都弄不出来了，当归发胀了。党参。我喜欢。这是当归的党参。我这个天吃这种补药高不高老师？高老师。就是油了一点，好多油。这个鸭子我没有放一滴油，全部炖出来的油。你要撇掉一点油。
要吃吗？这个甜甜的。我不吃。这个鸭掌在这里面把它堵住了，怪不得我说它怎么跑都跑不出来。什么是鸭掌？海带都已经炖的捞趴的海带，然后那鸭掌呢？鸭掌在这个最里面肚子里面，这里面哎，爸爸塞进去的。那个真有。哎，你哪来的洞？爸爸割的。你从他屁股割的。对。干嘛？我看着就不想吃里面的东西了。可以吃肉啊。这只鸭子好老好老，炖了2个小时都没炖到好趴。1年多了。至少是1年多的，不用多说。要把这个那你为什么不买那样子不老的？不老的不好吃，它不香，知道吗？这里面全是当参和当归。今天我们来吃猪肚，现在猪肉价钱已经降了1半了，但是这个猪肚的价钱却没怎么降，相比之前的话还是相应了一点点。现在22嘛，因为之前的话是28、30，它这个是翻过来的，就这个时候先把里面的这些油先处理掉，里面的油全部处理好后翻面。先把这些旋旋给它擂下来，还是和洗肥肠一样的套路，加盐巴不停的揉几分钟过后，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，如此反复的2到3次，这个猪肚就能清洗干净了。这个猪肚清洗干净后，用剪刀剪一半下来就可以了。这个猪肚真的好大哦，2斤多，吃不完。下入锅中先焯一下水，加入一点料酒，焯开过后捞出来再冲洗一次。现在把猪肚放入高压锅里面，加入一点姜葱、料酒，盖上盖子，上气过后用小火先压10分钟的时间。香料的话，我们就准备一点这个四川的特色食材，不知道大家那里有没有大家猜是什么？看起来和蒜很像，其实它不是蒜。之前在我视频中就已经用它来炖过鹅掌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在我们这里用普通话叫苦劲儿，苦劲儿。先把它表皮这一层一一撕了，方便等一下清洗。要先把屁眼这里切一下，才好撕表皮的衣子。这个东西特别的香哦，并且还有排气的功效。这个已经上气了现在转小火。猪肚压好了还打不开，给大家看一个事情，你们看，这个龙虾下面的肉被他们全部都吃了，他们还要吃自己的肉，买的时候全是活的，肯定是打架把它干翻了。猪肚压好，现在把它取出来冷却。这个汤不要倒掉了汤等一下还要用的。猪肚冷却后来切一下，切成条哦。现在把煮猪肚的这个汤倒入砂锅里面，清洗干净的苦劲儿也放进去，还有切好的猪肚。这个时候先调味1勺底盐，再来一点胡椒粉去腥味压异味。烧开过后转小火，把盖子扛起来，再给它煲半个小时。这个炖的时间比较长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到处跑，等一下去水去了，要是忘记了烧干了就麻烦了。现在的猪肉大家那里多少钱一斤？我们这里便宜的时候13块都能够买得到。早晨去买超级新鲜的五花肉，并且是精品，或者是架子肉，或者是2刀、头刀，都只要15块。就是下午了卖不落了，然后13块都会买得到，真的是突然感觉那个幸福感爆棚。但是这个猪肉吃起来它还是没有更香，还是猪肉的味道。这个时间炖来差不多了，把盖子揭开，哇，熏白嘞！调味一点谷氨酸钠，这个是必不可少，增加鲜味。苦劲的话，它自带着一种葱香味，所以这里我们就不用再放性感的春发了。安不安逸？你们说。关火出锅就可以了。
非常好吃的苦劲儿炖猪肚就做好了，炖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汤汁鲜美，猪肚软烂，苦劲儿的话带着一种特殊的葱香味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真的，我们是看起来就是满满的都是食欲哦。应该没有哪个朋友说不安逸噻。我先喝点汤。这道菜好吃是好吃，就是两个东西都比较难打整。第一个是猪肚难得打整，第二个是苦劲儿的难得打整。我指甲块都抠痛了，抠那个皮皮。哇，这味道真的是非常标得服。80。大家如果没有高压锅，就猪肚提前炖个50分钟左右。猪肚已经炖趴了，安逸。说实话，我到外面去吃饭的话，我一般不吃猪肚，不吃肥肠，不是我自己洗的，我有点不敢点。你们看这个苦劲炖的溜趴了，炖过之后它就不冲人了，和我们吃鹅巴劲儿还有洋葱的味道有点相似。多吃苦劲儿对身体有好处啊，排气的，安逸的很。标得服，今天就这样子撒个了，我把剩菜热一下，然后咱们吃晚饭了，拜拜。